嗨，大家好，我是文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昨天是真人案五审，我知道大家都跟我一样迫切的想知道结果是如何。但昨天是首尔市长选举，所以李教授并没有出席昨天的审判。他担心舆论会低于首尔市长的言论。其实这样也是不错，因为如果言论低于首尔市长的话，其实对真人案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改期为本月的14日，也就是6审。早上起来，我已经先看了几个新闻，然后听了一下内容。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很完整，也就是大致上的内容。所以我自己这边整理了几家的报道之后，然后总合了一下比较重要的内容。那我就用说的给大家听。捏着证人脖子的养母受苦的证人，这视频一出，哭红了法庭。因虐待而死亡的16个月婴儿证人的养母张某虐待的视频被公开后，法庭一片哭声。视频中张某将证人抬起脖子猛推婴儿车，法庭上不断发出叹息和哭声。证人被养母掐住了脖子。7日下午，首尔南部地方法院刑事合议13部对涉嫌儿童福利法中惯常虐待儿童、遗弃儿童、放任儿等被拘留起诉的养母张某和因涉嫌遗弃、放任儿童、虐待儿童而不被拘留起诉的养父安某进行公开审判。在当天的审判中，公开了张夏英夫妇情绪和身体虐待情况的视频。当天，检察机关对张某提出公诉的事实从儿童虐待变更为惯常虐待儿童。为了证明这一点，检察机关出示了张某持续虐待证人影像资料，检方将该视频作为惯常虐待的证据。视频中，张某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虐待证人，没有给证人系上安全带，婴儿车没有好好坐，婴儿车猛烈的推墙或者是电梯等处。张某抱起证人的方式也接近虐待。一般来说，抱起孩子时，我们会抓住孩子的身体或者是下半身，但张某却抓住了脖子，用双手掐住了脖子，直接举了起来，还抓着手腕用胳臂拽了一下。除此之外，还公开了强求证人劈腿的样子，还有两口子不顾证人在痛苦中哭泣，手牵手强制鼓掌的样子。还有死亡当天张夏英施暴的视频，该视频中张某对证人说吃吧吃吧，并让证人吃食物，但证人却噎不下食物，哽咽着。之后张某一边骂一边猛地挥动拿着手机的胳膊，接着又听到了哭声，视频就结束了。内容被怀疑是因为无法抑制愤怒而殴打证人。在当天的审判中，视频被公开后，旁听席顿时变成了一片哭泣的海洋。看到证人痛苦的样子，旁听席上发出了叹息和哭声。养父安某从播放影像的屏幕中转头了过来，只盯着地板。张某一边偷哭着，一边拿出纸和笔，中间还写了一些东西。诊断结果表明，张某因脚踩腹部而导致证人死亡。当初嘉泉大学医科大学法医学座教授李教授作为最后的证人出席，但是李教授没出席。检察机关出示了他分析证人死亡的原因后制作的鉴定书。李教授通过鉴定书表示，推测张某赤脚或穿袜子2次以上用脚踩，因受到不同的冲击，胰腺和肠间膜被截断或破裂。也就是说，如果受到胰脏被截断程度的冲击，腹部体面表面必会出现淤青。但如果想在更宽的面积上施加如此大的冲击，只能用脚踩。李教授诊断说，张某因手术无法正常使用胳膊，胰腺很难通过用脚以外的其他手段被截断。这与张某的主张背道而驰。此前，张某一直否认故意杀人，曾经有承认过用脚踩过证人的腹部。本月6日，他还向法庭提交了意见书，称数次殴打腹部。继之前参与审判的法医学者及尸检医生之后，李教授也被诊断为脚踩腹部。鉴定书表示，证人的嘴唇、头部、胳膊、腿、腋窝等全身好好的地方非常少。李教授诊断说，这是超越想象中的损伤，还发现为了勒住证人的脖子或用力勒住，用指甲刮伤皮肤的痕迹。他还推测说，张某刚开始用硬棍等攻击证人，为了掩盖伤口，换成用表面柔软的物体击打证人。同时，他主张杀人是故意的。他说，没有正常成人会认为营养失调严重而无法正常移动的孩子不会被成人踩死。所以本月14日将进行该事件的终审判决第6审，预计检察机关会在当天结束对没有出席的李教授证人审问，证据调查和被告审问后将发表最终意见和刑量标准。一审宣判将于今年5月举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残忍的人，他们不是人，他们是恶魔，连最后一点良心都没有哦。做人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良心呢？就算是做错事，也应该起码有最后的良心吧。